求求你了，再待个5分钟吧。作为石英的粉丝，我是很开心了，但这握手都已经握了20分钟了哟，我差不多也该走了。再等等嘛，握手会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？可是整个会场就只有我们2个人啊。男主的名字叫做高野，高中2年级生，兴高采烈的去参加偶像的握手会，到现场才发现整个会场就只有他1名粉丝。求你了，5分钟就好，5分钟之后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粉丝进来的。不是，这种情况下还能这么乐观？毕竟人家可是偶像嘛，求你了，快认清现实吧。或许是看对方太过可怜，男主请少女喝了杯果汁，女生默默地坐在板凳上，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表示为什么我就是涨不了粉丝呢？明明经纪人说过，在隔壁会场有另一个人气偶像在举行握手会，等他们结束了，有空的人就会顺道过来看看的。这让男主非常难崩啊！你那位经纪人也太看不起人家粉丝了吧？他表示靠这种方式怎么可能涨得了粉丝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不是才出道3天吗？这么说起来，长诗音非常好奇，那高野先生为什么会成为我的粉丝呢？男主表示，那是因为出道演唱会当天只有我一个人在现场，感觉怪可怜的，所以就……居然是同情吧！总而言之，男主建议对方还是换一个事务所比较好，或者说选择另一种推广方式。见女生有些不理解，男主解释，就比如把现在这种糟糕处境发到社交平台上扩散出去，说不定就能有个不错的反响呢。他想，诗音你明明唱歌跳舞都这么厉害，再这样埋没下去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少女一听，立刻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和经纪人商量一下。这么说起来，你那位经纪人呢？哦，他去玩老虎机了。这让男主是真的绷不住了。总之，你还是先去换个事务所比较好吧。诗音作为男主主推的偶像，他资质非常的高，不仅样貌出众，性格也十分的直率。虽说有些天然呆，但对方还是听取了他这个粉丝的建议，开始努力的投入工作。在那之后的1周，女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与唯一的粉丝持续握手25分钟的帖子爆火了。由于太过可怜，吸引了大量网友的关注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的偶像生涯开始不断的发展。直到2年后，感谢大家来参加这场演唱会，少女站上了更大的舞台。自从换了事务所之后，她的粉丝量也已经增加到了50万人。在那之后，她一跃成为了顶尖的偶像。如今的她就像是现实版的灰姑娘一样。而男主呢，他作为最古老最年长的粉丝，虽然很高兴，但同时他也感到有些小小的寂寞。3年后，传说级偶像石英再次举办了握手会，少女见到男主非常高兴，高野先生你也来了呀。男主调侃，这下真成大明星了呢。是的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。他们还想要聊些什么，但奈何握手的时间有限，男主就这么被工作人员给拉走了。石英还想着挽留对方，却没想到男主则是这么说了一句，没事的，每位粉丝握手时间理应都是平等的，今后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。少女见状则是露出了落寞的表情，默默地说了句抱歉。说实话，作为头号粉丝，男主真的非常的高兴，毕竟3年前他还莫名其妙的和这个女孩子握了将近30分钟的手呢。和那时相比，他想能看到石英如此认真的从事偶像工作，他真的非常的欣慰。那时的男主立志，自己这个资历最老的粉丝一定要支持他一辈子才行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在这次握手会的几个月之后，石英他就宣告永久退役了。这之后又过了5年，高野先生，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晚上大家要举行酒会，高野先生也来参加吗？这次我们订了一家不错的店哦。抱歉啊，我就不去了，谢谢你邀请我。如今的男主已经变成了一个上班族，与同期格格不入的他，每天都过着从家到公司这样2点1线的生活，对偶像的热情也冷却了。在那之后，再没进行过任何的追星活动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过去。然而就在某一天，比他大5岁的姐姐2胎产期临近，不好意思啊，拓爷，姐姐我接下来要住院2周左右，这期间能帮我照顾小洋菜吗？女孩的父亲似乎因为工作没办法及时回来，于是男主便询问对方，洋菜酱，接下来这段时间要和叔叔一起住可以吗？少女开心的表示，好的，我很高兴。洋菜是男主5岁的侄女，是一个十分坦率的好孩子。不过说起坦率，男主总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某个人，他想石英他现在到底又在做些什么呢？这么一提，姐姐的丈夫是一个大型公司的职员，目前正在海外任职。男主的父母呢，也早就已经离世，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独自在老家生活。姐姐她偶尔会带着洋菜酱过来玩，男主也非常期待休息日能和洋菜一起。洋菜酱，今天我们吃汉堡肉哦。好耶，吃汉堡肉，稍微等我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。洋菜也来帮忙。就这样，他和洋菜的平静生活开始了。洋菜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坚强的孩子，即使妈妈不在身边也不哭不闹，他也时常会帮自己做家务，让男主省了不少的心。终于到了休息日，男主询问对方，洋菜酱，我们明天该去哪里玩比较好呢？少女当即回答，去游乐园，我想要去坐过山车。
过山车呀，那个是刺激生存本能、破坏三半导管的装置哦。三半导管是什么？那是对大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东西哦。于是到了第二天，男主和杨菜坐了过山车，他现在胃里翻江倒海。小侄女非常的担心，叔叔你没事吧？男主表示对不起杨菜酱，叔叔我是个坐不了过山车的男人呢。少女见状则是伸手摸了摸男主的头，表示叔叔乖，很快就会没事的。就到这时，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，石英。哇，真的是你啊，高野先生。男主有些好奇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女生回答，他家就住在这附近，刚好路过就看到男主有些不太舒服的样子，两人脸上的表情有些不太对劲，这让杨菜有些好奇，叔叔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男主回答，算是旧相识吧。杨菜立刻就理解了对方的意思，我明白了，是前女友对吧？这让男主绷不住了，不是哦，杨菜酱，这些话你都是跟谁学的？不是吗？对啊，最多也只能算是个过去式吧。此话一出，让诗音非常失落，我居然成过去式了吗？女生有些小小不满，她表示我确实已经没有在从事偶像活动了，反倒是高野先生你有了孩子，看起来过得非常幸福呢。明明都说过一生只推我一个人的说孩子，男主刚想要解释这都是一场误会，但奈何过山车的影响还没有消退。石英见对方这副快要昏倒的样子，便连忙上去摇晃对方，表示你没事吧，高野先生？这让男主更加想吐了。于是就这样，在这天的夕阳下，他与5年前推的偶像重逢了，还顺便将呕吐物也喷在了对方的脸上。在那之后，三人来到了石英的公寓，尽管已经洗了脸，但少女还是感到自己的头发上残留着微妙气味。真是的，我都要有心理阴影了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但石英还是向男主表达歉意。他说着对不起啊，在你晕车难受的时候还晃来晃去的。男主表示没事的。比起这些，他更惊讶的是石英居然住在这么豪华的公寓里，果然顶尖的偶像就是不一样哈。两人不禁聊起曾经的事情，石英表示那时候还真的是有趣啊，作为头号粉丝的你肯定也没有想过我会成长到那种地步吧。男主回答对啊，说实话我还担心你会不会走上下海这条道路呢。好差劲的发言。石英有些小小不满，他表示真是的，怎么能说这样低俗的话题呢，明明你的孩子还睡在旁边的说。说起孩子，男主说着其实这是一场误会，他和石英解释了一番关于杨菜的事情。少女说着原来如此，那这么说你还没有结婚咯？男主表示别说结婚了，他甚至连女朋友都没有交过。少女开着玩笑说着是不是因为太喜欢我了，所以才找不到心仪的对象呢？却没想男主很坦诚地说了一句或许就是这样的吧，这立刻将石英满脸通红。女生非常的惊讶，她表示即使我都已经退役5年了，你还是喜欢着我吗？男主回答算是吧，即使到了现在也偶尔会听听以前的专辑。让石英有些不敢相信，真的假的？男主表示当然是真的呀，但是比喜欢更多的是一种失恋的感觉，突然就相步隐退，从演艺圈彻底消失。男主感叹当时的自己真的非常的失落呀。老实说，他并没有责怪少女的意思，只是希望对方能和自己解释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对此，女生则是有些内疚的和对方解释起具体的原因。她表示在偶像事业3年间，自己每天都很忙碌，与其说是充实，不如说是相当过度的消耗自己的身体，平均睡眠的时间只有3小时左右，甚至连休息日都没有。少女说着当然这是我自己选的路，我并不感到后悔，但是她却在某件事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。说谎？女生回答是的。她表示她之所以能坚持到这种地步，并不是因为她对自己的事业有多么的热爱，全部都是因为一个男人的支持，而那个男人就是高野先生你呀。这让男主震惊了，我？不是，你这也太直球了吧，高野先生还好意思说我吗？男主有些好奇为什么。女生回答毕竟我们都握了25分钟的手了，这换谁都会喜欢上的吧。就这。女生表示当然不止这些，您总是会来看我的演出，握手会也经常来，我能感受到您的心意，只是随着事业的拓展越来越忙，和高野先生交流的机会也变得越来越少，到了最后那场握手会，我们的交流就仅仅只有一瞬间了。尽管男主本身对这些其实并不是特别在意，但少女依旧坚持地表示我是因为高野先生的支持才一路走到这里的，高野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。石英笑着询问对方，话说回来，你一个人照顾杨菜酱一定很辛苦吧，所以从今天开始扮演妈妈的角色就交给我吧。哈，于是从这天起，不知为何石英就直接住进了男主的家里，路上小心哦。我们出门了。男主做梦都没有想到曾经的偶像居然和自己住在一起，还顺便帮忙打理家务，这让杨菜都有些好奇了。话说叔叔，你和石英姐姐结婚了吗？男主回答没有哦，她只是留在家里做家务而已。小侄女一听表示原来如此。杨菜酱还小，还体会不到其中的炸裂程度，但要是让原顶级偶像公司知道了，那事情可就麻烦了。公司里男主对这件事情都是闭口不谈的，但即便是这样，还是让女同事们看出了端倪。啊嘞，高野先生今天带便当了呀，还挺精致的呢。女生们感叹，果然那个传闻是真的呀，怪不得每次大家邀请你去酒会的时候你都拒绝，原来是家里有女朋友了呀。男主解释不是女朋友哦，这让同事们更加好奇了，那是谁做便当呢？这让男主无话可说。忙碌了一天回到家，石英已经做好了晚饭，在家里等着自己。欢迎回来高野先生，先来个回家的抱抱吧。
这不太好吧？虽说每次回家都非常刺激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每天的生活他们都过得非常的充实。就这样，距离姐姐的产期还剩下5天。姐姐听到这些事情，她非常的感兴趣。她表示，一个女人居然能为你做到这种地步，想必对方一定非常的迷恋你吧？男主表示是这样吗？不过对方之所以能住进来，这也要多亏了杨菜酱啊。那这么说，小杨菜就是爱神丘比特喽？这让少女露出了疑惑的表情。姐姐表示，她想要当面和石英道谢，等出院之后，大家一起再见个面吧。就这样，时间来到了倒数第4天，他们3人久违的一起看了石英以前的演出录像，这让杨菜非常开心。哇，石英姐姐闪闪发光的耶！杨菜长大之后也要当偶像。石英见状便拉起对方的手，表示那接下来就跟姐姐我一起进行特训吧，好耶！男主欣慰的看着，默默的去给他们准备点心。他想时间过得真快啊，转眼间杨菜就已经黏上石英，3人一起的生活也很快就要结束了。不知为何，男主感到有些小小寂寞。陪杨菜练习完之后，2人来到阳台，少女感叹真的是好久都没有像这样跳过了呀，好累哦。男主调侃，我看你跳的倒挺起劲的嘛。那是当然，谁叫人家以前是偶像呢？男主感叹，事到如今还是没有什么真实感呀，我们之间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是吗？那就拜托你快点认清现实吧。女生将第一次握手会上男主说的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了对方，她默默地牵住了男主的手，表示这样的话能稍微有些真实感了吗？石英的手温暖且柔软，明明都已经握过很多次了，可唯独这一次最让男主感到心跳加速。他想也是啊，被喜欢的人这样牵着，无论是谁都会心潮澎湃的吧。少女默默地说了句，这样的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对吧？好寂寞呀。男主回答，是呀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少女见状便询问男主，那这样的话你要不要考虑和我结婚，我俩也生一个孩子？男主的回答则是，是呀，感觉这样也挺不赖的呢。见对方同意了，石英有些害羞地说了句，那要不要先试着接个吻？于是就这样，在夜色之下，他们终于确认了关系。在那之后又过了半年，石英抱着姐姐的孩子感叹真的是长大不少呀。姐姐生下的第2个孩子是一个男孩，杨菜酱也上了小学，听说在学校里还交了不少的朋友。姐姐感叹杨菜她呀每天都看着石英酱录像，说是要当偶像呢，她还主动提出想要报个舞蹈班上呢，这让石英有些小小不好意思。就在这时杨菜回来了，她一把就飞扑到对方的怀里，表示是石英姐姐。看着2人紧紧相拥的样子，这让男主会心一笑。姐姐戳了戳对方，表示话说你和石英酱怎么样了？男主说着现在还是住在一起，过段时间我们打算去看看结婚的场地，这样呀都要准备结婚了呀。是啊，石英她说只想请家人安心的举办，到时候姐姐你们也要过来哟。这让姐姐不禁感叹真好呀，能和喜欢的偶像结婚什么的，还真的是一个浪漫的故事呀。你们2位一定要幸福哟。就这样，时间过去了5年，如今的男主都已经30岁了。他和石英有了2个孩子，一个男孩，一个女孩，每天都过得十分的充实与热闹。爸爸好慢呀，等等我嘛！今天是大型演艺公司召开试镜的日子，男主带上一家4口来为杨菜加油。杨菜酱，我们来喽！哦，是拓野叔叔和石英姐姐。石英上前调侃对方，杨菜酱，你的表情都僵住了呢。小侄女她真的非常的紧张，石英鼓励对方表示没事的，杨菜的话一定可以通过测试的，毕竟你可是我的徒弟嘛。谢谢石英姐姐，我会加油的。我们在观众席上也会好好的看着你的哟。如果通过这场选拔，杨菜也就正式的踏上了偶像的道路。为此，姐姐她感到非常的紧张，怎么办呀，拓爷，我的手都紧张的在抖呢。男主笑着吐槽，又不是姐姐你上去试镜，总之我们就尽我们所能为他加油吧。幸运的是，杨菜她最终通过试镜，恭喜您通过测试，您现在心情如何？少女表示她真的非常的高兴，我想要将这份喜悦今后与更多人分享。这满分一样的回答到底是出自谁之手呢？见石英得意一笑，男主则是感叹原来是妈妈桑教得好呀。那可不，谁叫我曾经是偶像嘛。虽然话是这么说，不过少女表示杨菜之所以能通过选拔，说到底还是得靠她自身的实力哦。在那之后，杨菜加入了偶像的团体，成为了其中的核心成员。在一次电视的访谈中，他提到了传说级偶像的名字，说自己曾受教于对方的唱歌与舞蹈。顶级偶像石英的名字再次为世人所知，人气再度飙升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希望他能够重新返回演艺圈，但石英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面对少女的选择，男主问了一句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对此，女生则是回答：“偶像石英已经隐退了，事到如今，我这个大妈再出场也只会给年轻人添麻烦。”男主表示：“大妈什么的，对于我来说，你和刚认识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两样哦。”石英笑着回答：“你夸太过头了啦。”但不管怎么说，他表示我已经决定要一直陪在拓野的身边了，所以说从今往后也请多多指教咯，我唯一的粉丝先生。就这样，他们的故事还得继续进行下去。